这是一期迟来的体验。一方面吧，最近确实有点快干爆了。那另一方面呢，我这段时间把这台机子当成主力机用了一段时间，结合了一下之前用范恩的经验，给大家讲一讲这台机子是不是真的解决了最后1公里，还是像共享单车一样被卷死在沙滩上呢？最开始我想先下一个小小的结论，这是最适合当主力机的横向折叠屏，但并不是一台无敌的折叠屏。来看看大家都挺熟悉的部分啦，这次的 Fold 2真的特别薄。之前我用范恩的时候还说，厚度除非展开之后平板模式能不到6毫米，不然折起来还是太厚了。万没想到啊，小米还有这招，比不过可以带个壳比嘛，对吧？其实这代的 Fold 真的是薄出了质变，一上手的时候真的感觉很正常。如果用过折叠屏的小伙伴应该能理解这是一个多么高的评价。你看，这是一台12S Ultra， 而这是一台展开的 Mix Fold 2。在这薄薄的一片里面有2面屏幕，还有一块电池，侧面差点都放不下一个 Type-C 接口，空间魔法是吧？而且它不但薄，这个外屏那是比某些手机和某些遥控器好太多了，其他该有的功能也全都有，甚至包括红外都没有砍掉，内屏完完整整一块大屏。倒不是小米不想挖空啊，其实原因是这种屏幕不能打孔，太棒了。怎么说呢，在米家的这一关，除了这折痕，真的几乎挑不出来毛病。那话又说回来了， Fold 2是不是真的走完了最后1公里，能全面碾压竞争对手们了呢？不知道小伙伴们是什么情况？深圳的大栗子发现，这几年在路上能看到折叠屏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比三星和魅族的机子加起来还要见得多一些呢。这台机子呢，的确是唯一一台从普通直板手机换过来不会有太大落差感的横向折叠屏手机。盖起来的时候，除了比较方，几乎就是一台正常的手机。这8加确实是好东西啊！要是8卷1塞在里面，这么薄可不敢想。用 Mate X S2 的时候，感觉手里抓的就是一个电阻丝。如果想把折叠屏当成主力机用，其实这就已经足够了。但是要完成最后1公里，对吧？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Fold 2确实是现在最薄的内折屏手机了，但是呢，代价就是即使是用了水滴设计，屏幕的折痕还是有点明显，右手划过去会明显比范能大一些。好在正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影响，手也很少碰到这个地方，也没有采用悬停的设计。其实我自己还是挺喜欢悬停的，有时候看视频能腾出个手来，转动的时候质感也会有些许差距。震动只用了 Z 轴线性马达和 X 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而拍照也只能说是非常一般，和范登算是菜鸡互啄的水平。如果说徕卡经典在12S Ultra 上面是精髓，那在 Mix Fold 2上面的表现，那就只能说建议别用，很容易拍个吃的黑了吧唧的，一点食欲都没有。整体上真的是拍到而已的水平，外放的效果基本上和小米 S Ultra、Mate X S 是一个水平，展开之后的音质是明显不如范登的。再说目前这个系统体验，属实还是不太到位。拿最难搞的小红书和闲鱼举例子，差距还挺大的。再比如说吧，我要开个分屏，3指侧滑卡卡的不跟手，开另一个应用又得闪几秒钟。隔壁范的 N 是这个效果。看个视频一全屏就得横过来，再转回来又不是全屏了。有一说一，我情愿它小一点，也不想一直转来转去了。万没想到，这个东西它居然修复了。你看我现在点全屏的时候，居然不会转了。左右下拉的任务栏非常讨厌，屏幕解锁的逻辑也奇奇怪怪，人脸识别开了以后，拨指纹居然就开不了了，非得上滑，无语。这里我想插一个比较主观的想法啊，偏偏我个人是不会把折叠屏当成主力手机用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折叠屏上面现在不同的产品都只是取舍，而没有形成突破。Mix Fold 2为什么它是最适合当主力机的折叠屏？究其原因还是轻薄，跟普通直板手机比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但是不跟普通手机比，跟我比较喜欢的范能比呢，它的外放、系统优化和转轴的细节还是有些许差距。话说，为啥大家都在做展开手机，不做一个折叠平板呢？有一根笔和平板级别的扬声器，那简直绝了。不过虽然 Mix Fold 2确实是还有很多小毛病，但其实整体上来说也已经是非常可用的形态了。只要够轻薄，没有明显的硬伤，很多问题后续也可以持续改进。也可以说它现在远远没到完美形态，但不可否认，这是目前最有潜力换掉直屏手机的折叠屏。相比于 Mix Fold 2的这些小毛病，我认为现在折叠屏的问题甚至不在折叠屏本身。折叠屏展开之后接近正方形的比例，其实看视频是很难利用上的，但是它的面积是实实在在的大了1倍。就好像高刷提升最明显的不是打游戏，而是刷信息流。实际上我用的时候觉得它对日常使用的提升还更大一些，比如说多窗口、刷网页、
或者是简单的看看地图。很可惜的是，常用的信息流软件反倒是适配不佳。就像前面说的小红书，适配和不适配的差距还是巨大的。现实是，如果不做专门优化，绝大部分的软件展开还不如外屏大。在这样的软件生态下，再优秀的硬件出来，其实都不足以弥补最后的一点差距，更不可能变成主流。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一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